中共93大阅兵兴师动众，劳民伤财，百姓生活遭到颠覆。原本想制造大牛市，为阅兵献礼，变成绿汪汪一片。阅兵一结束，中国股市就遭遇空袭，投资者获利离场。习近平在普京、金正恩和其他国家元首的簇拥下，似乎真的成了全球治理的带头大哥，可以挑战美国了。中共借大阅兵的机会，开足了宣传攻势，努力把自己塑造成二战的中流砥柱，是抗击外国侵略的民族救星，煽动民族主义情绪。不过大阅兵搞得北京居民不胜其烦，军工股更是打脸。在中共大秀肌肉的时刻领头下跌，说明中共军工根本没有获得投资者的认可。中共的所谓军力更多只是纸上谈兵，是吓唬人的虚架子。观众朋友好，这里是大时局，我是米兰。9月3号，在北京阅兵式上，中共展示了东风5C、巨浪3等多款洲际飞弹，据说这是射程能覆盖全球的飞弹，许多黑科技武器也在当天现身。中共军工想借秀肌肉的机会大赚一笔。彭博社9月3号报道，93阅兵可能为战斗机制造商、机器人公司等与军工国防相关企业的股票带来交易机会。北京大阅兵确实让这些股票升值。中证国防指数在阅兵式前上涨了 22%， 超过基准指数 14% 的涨幅。为展示中共的军事实力的大幅跃进，中共展示了最新的无人机和高超音速导弹，投资者的兴趣可能会聚焦在装备升级和新兴技术上。为这次阅兵活动，中共一早就筹划着一个献礼节目，就是制造中国股市的大牛市，让证券交易所的交易屏幕呈现一片红色。阅兵活动将可以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。然而事与愿违，9月3号，中国股市遭遇空袭。阅兵活动一结束，投资者就纷纷抛售。股市一开盘，上证指数开始跳水，全天震荡下跌，收盘大跌 1.16%， 报 3813.56 点。深成指下跌 81.84 点，跌幅 0.65%。沪深300指数跌 30.62 点，跌幅 0.68%。创业板指数当天反复震荡，收盘上涨 0.95%。全天成交额 2.4 万亿元，较前一交易日缩量5167亿元，全市场超4500股下跌。中共大秀肌肉的军工板块领跌，航天航空军工板块下挫，晨曦航空跌超 14%， 航天科技、力军股份、内蒙一机、建设工业、北方导航等跌停。中证中航军工主题指数受挫 6.2%，中航沈飞600760一度跌停，中场收低 9.4%。港股同样走弱，三大指数高开低走，市场情绪全天表现疲弱。截止收盘，恒生指数跌 0.6%， 国企指数跌 0.64%， 恒生科技指数跌 0.78%。军工股跌幅居前，中航防务跌超 8%。大陆航空科技跌超 5%， 中航科工跌超 4%， 内房股普遍走跌，世茂集团跌超 6%， 中国金茂、雅居乐集团、万科企业跌超 3%， 新城发展、远洋集团等跟跌。中共在阅兵式上如此卖力展示最新武器装备，军工股带头下跌。Nexstar TV 指出，中共近年大力追赶美国军备差距，战略武器发展速度惊人。不过，中国军队自1979年对越战争后，便未再有真正实战经验。外界质疑，即便再先进的武器，缺乏实战检验，也可能沦为纸上谈兵。更多舆论则认为，中共自吹自擂，一切都是虚架子，假的就是假的，上不了台面。华北一位券商人士直言，前期资金入场过多，投资者要落袋为安，正在兑现离场，导致军工股大跌。民生证券分析师尹慧伟也说，历史经验表明，阅兵前与国防相关的涨势通常在阅兵后不久就会消退，所以这些股票可能在阅兵后不久下跌或出现回调。中国股市下跌与中国整体经济走势息息相关。中共官方近来吹嘘 A 股出现了大牛市，这才是违背经济规律的中共官式宣传。
目的想给中共9月3号的阅兵式献上一个大礼。据中共官方数据，中国居民存款达到130万亿。中共想借助93大阅兵之际，人为制造一个大牛市，这样既能撬动这130万亿存款，割了老百姓的韭菜，又能为阅兵式献上一份彩礼，真可谓一举两得。不过，专家们正在发出警告，中国股市泡沫正在形成。中共大阅兵的前一天，9月2号，野村再度警告说，中国股市虽飙升至10年来最高水平，但这轮上涨有可能引发泡沫。野村将股市当前这波上涨与2014年到2015年年中那轮牛市行情进行了比较。当时沪指曾飙升约150%，但在数周内暴跌超过40%，导致数百万散户损失惨重。尽管当时活跃的交易推动了金融业表现，但对工业生产、投资和零售销售的提振几乎为零。这一次股市上涨的效果可能更弱，因为结构性阻力更强。首先，中共对 IPO 融资的监管更为严格，抑制了财富创造。其次，楼市持续低迷，限制了居民的财富效应。此外，政府推动的金融行业降薪和佣金费率下调，也压缩了金融从业者的收入增长空间。中国房地产行业曾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，如今已经连续第5年萎缩。前100大开发商的新房销售额自2021年以来已暴跌逾70%，全国房价平均跌幅约为30%。中国股市总市值高达12.3万亿美元，在过去2个月表现强劲。8月以来，散户纷纷开户，日均成交额创纪录，达到2.3万亿元人民币。2025年8月 ，A 股市场新开户数达265万户，同比增长165%，环比增长35%。2025年已累计新开1721万户，较2024年同期增长47.9%。中国老百姓为什么这么好骗呢？财经博主灰狐表示，中共看到房地产游戏玩不下去了，就谋划着下一盘大棋，瞄准130万亿居民存款，让老百姓从房奴转变为股市的接盘侠。中共在中国掌握着一切社会资源和社会财富，想怎么玩就怎么玩，东方不亮西方亮，楼市不行了搞股市。总之，老百姓在财富保值心理的作用下，会跟着中共画的路线走，最终可能在中共制造的财富幻觉中再次沦为牺牲品。中共借着大阅兵的机会，煽动民族主义情绪，塑造中共的中流砥柱形象。在战斗机、导弹和整齐划一的中共部队列队和各国领导人的簇拥下，习近平向美国释放了强烈的挑战信号。在观礼台上，习近平身旁站着俄罗斯总统普京、朝鲜领导人金正恩、伊朗、巴基斯坦等国元首，他们都对美国全球秩序的主导不满。这场充满战役和战争意味的阅兵结束后，中共放飞了8万只象征和平的白鸽，真是极大的讽刺。在《纽约时报》看来，阅兵式的重头戏还属为期好几个星期的宣传活动，这些宣传都在煽动民族主义，塑造中共2战的中流砥柱形象，把中共包装成抗击外来侵略的民族救星，希望在中国经济衰退、中美关系紧张的背景下，有助于凝聚国内支持力量，把怒火转嫁到美国和日本那里去。习近平声称，当年面对正义与邪恶、光明与黑暗、进步与反动的生死较量，中国人民同仇敌忾，奋起反抗。在中共的话语中，中国人民就是中共的代名词。纽时认为，习近平的阅兵活动充满象征意义，将今天的共产党与其革命的历史联系在一起。中共的宾客名单凸显出北京与西方之间分歧的加深，尤其是在中共与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中密切结盟的问题上。布鲁金斯学会约翰 ·L. 桑顿中国中心主任何瑞恩指出，习近平致力于推动中共成为全球核心力量，并重塑国际体系，以契合中共诉求。他将各国领导人出席阅兵视为对其目标推进的认可。除了股市下跌打脸中共的93阅兵，北京城处处严密的维稳措施也告诉着人们，
中共政权已经是如履薄冰，不得不严防各种突发事件。北京城中许多道路提前关闭，无数保安人员驻守在城区各处。记者们被告知要在凌晨3点前不久在一个地点集合，接受设备检查，然后在阅兵开始前3小时被带到天安门广场。几天来，带着红袖章的志愿者一直驻扎在城市各处，监视可能发生的扰动。胡同是北京市中心具有历史意义的狭窄小巷，街道办工作人员要求每家每户门前悬挂中共血旗，向居民发送信息，提醒他们警惕任何可能干扰活动或引发负面新闻的事情。纽时记者读到的一则信息显示，在此重大时刻，我们鼓励居民在家观看阅兵式，以实际行动为祖国加油，庆祝这一重大时刻。中共要求居民避免前往人员密集场所，以减少聚集风险。中共想借大阅兵展示武力，可是军工股领先下跌，说明中共军工并没有得到投资者的认可，他们只是想在股市上扬之际快快落袋为安，对中共的秀肌肉狠狠打脸。这里是大时局，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，请订阅、分享并打开小铃铛，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点燃希望。